你为什么可以有刚刚这么深刻的想法观点？因为我真的曾经为了那个人改变了自己非常的多。我觉得我到最后其实是有很多的。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好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过去的感情里头，你有为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你的情人改变过你自己吗？让我想想，有，你也有过去，谁没有过去？我本来要说你也有今天谁没有过去？为什么你当下为什么会为了你自己改变，为了他人而改变你自己？我其实没有改变什么根本的东西，但是改变一些很细微的小事 ，like 就是本来我不吃辣，后来变得吃辣，后来变成吃辣，这什么烂改变啦？完全就是为了方便而已。就是比如说要去吃辣的东西，这样比较方便。不是啊，那就改变了。那其他的应该还好吧？底层的，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底层的改变吗？烂透了，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做不到。就为了吃辣。对，其他的没有办法，其他的我都有想过，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我觉得我有办法改变什么东西。有人要求过吗？有人要求你做的一些改变吗？要求一定会有啊，比如说要求你多花一点时间在他身上啊，或者是需要多一点陪伴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什么之类的，早一点回家啊。谁会要求你早点回家？之类的啦，我的意思是说举例啦，之类的。那很多时候你就是我都希望你不要早点回家。不，很多时候就是力有未逮嘛。有些人比较黏，他就会希望你比较黏腻啊，或者是黏腻。对，或者是就是像我是属于比较不黏腻的那种。我可以常见面，但没有一定要常见面。但我刚开始跟你交往的时候，我觉得你蛮黏腻的。那不是，那只是那一阵子比较无聊吧。好烂，鬼东西！不然这就没有，我不是真的一定要怎么样的人。你有吗？你有为了谁改变什么？我有啊，我跟第一任交往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为了让他更喜欢我，或是更爱我，然后就会很默默的，或者是很自然而然的，或者是。我不确定我到底愿不愿意，说实话，我就只是为了让他更爱我，然后我其实做了很多的改变，甚至有很多的压抑啊。其实我有一阵子因为我们交往4年，然后我有一度到第3年的时候，我有一度觉得我是谁，我有一度觉得我不太认识我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我有一点模糊了。然后我不确定哪一个是我。所以我其实说实话有一点模糊啊。我不确定那个到底是不是我。那你觉得那个背后会做出这种，或是会想要为了比如说爱情啊？为了什么东西去改变你自己，这个想法是不想要失去，害怕失去。那个想法是什么？如果以我过去当下的那个状态，第一个是我当时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然后我需要一个人让我依靠 ，OK， 被我依赖，然后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想要抓住这个人。所以你就会做出很多改变，希望他更喜欢我啊，类似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初恋嘛，所以你怎么会知道说谈恋爱应该长什么样子呢？不知道，都不知道。对啊，那你也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你看刚开始初恋谈恋爱，你就会觉得说，你以为的爱情大概就长那个样子，就是黏腻的，然后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把你的爱自己跟被爱这件事情，跟爱他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搞得非常的混乱、复杂，并没有去拆开来去看它啊，是对，就是
你不会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爱自己，还是因为什么东西？不知道，完全是不清楚，因为你刚开始谈恋爱，你完全不会明白，没有办法想这么仔细的，没有办法，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你的生命经验有任何的怎么说？你有任何的感触，所以你有什么样的领悟？这种很难啊。很多都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的时候，才会稍微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这个是在当下很难，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太难了。对，我必须要说，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女儿不是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就是为什么你们当初相爱？你们当初相爱为什么会分开嘛？就是她问我有没有前男友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是这样解释给她听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都还年轻，然后我们都还懵懵懂懂的，可能不懂爱情，可能也不懂人生，可能也不懂很多生命的过程大概应该长什么样子，了解自己什么的，所以你会做很多不成熟的事，你可能伤害了别人，你可能也不自知，然后你被伤害了，你可能当下也不自知，可是你回过头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当时的那个状态，好像我被伤害了，这样有很多东西它其实不是当下你就已经感觉到了那种，所以我就说反正刚谈恋爱就是会这样。但你不觉得那时候的状态是最美好的吗？对啊，所以我才说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嘛。我只是我说我现在想来我没有遗憾，因为我知道我把我那个比较纯粹的自己找回来了。那个是因为我已经可以去解构当时的自己，哪一个是原来的我，或者是我想要的我，就是你可以解构你自己，或者你可以解释你当年为什么，对啊，你自己可以赋予它一些意义，或是赋予它一些定义，对啊，之类的。但其实，在当下，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这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你知道智慧还没开吗？你懂啊？对吧？有恋爱可以谈，还需要什么智慧？对啊。真的，然后以前多好的一个时期啊！对啊，然后以前也会想要都黏在一起，想看到他啊，会想看到对方是真的啦。对啊，然后会很想念他，你可能1分钟不见他，你就会想念他，这种，就是这个是刚开始谈恋爱一定会有的啊。刚开始一定会的。对啊，过一阵子就不一定。这种激情，没有经历过这个是人吗？对，是激情，对不对？哪像我们。对不对？第1个月就去家乐福，烂死了。我们之间根本没什么鬼激情，干嘛烂透了？太快进入这个老夫老妻的状态。对啊，所以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什么？我说这个谈恋爱，这个会为了对方而改变，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我刚讲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嘛，因为你还懵懂。对，这样。可是如果你都很老的时候想，那就不一定。就是你知道，这必然这中间有出了一点乱子。说明他到了老的时候还觉得他自己很年轻，那不见得是，还想要成为年轻人，不见得是不见得啦。我说不见得是，不见得。或许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并不会这样。然后他渐渐年纪长的时候，他变成这样，也有，他突然你知道把自己打开了，我要轰轰烈烈的去谈一场恋爱啊！对，有，对，那个有人到40-50岁才开始在谈恋爱的，那很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太专注在工作上，然后就忽略了谈恋爱这件事情。对，然后老的时候就我老子要豁出去了我这辈子都没玩过，不行。对，也不是说没玩过，就是我没有那种轰烈的、刻骨铭心的、激情的恋爱这样子，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因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太专注于工作，但是有一些人太专注于工作，也不见得真的理解自己。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说感性跟理性，其实我们人到最后追求的都是一种平衡嘛。是。
对不对？那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活得太理性啊，都没有干过什么瞎事之类的，然后或者是都没有那种被滋润的感觉啊，滋润的感觉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感觉。对，滋润，对，到就是越活越老了，然后他事业也越来越好，就洗头发都没有用润发乳啊，对，之类的，没有滋润，没有滋润。然后，因为之前我有提过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到40-50岁了，他还很想要结婚啊。然后，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太认真、太用力在工作了，所以他到已经过了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你也不用结婚，你这样其实过得很自由。然后他又一直很想结婚，然后大家都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跟我一起分享我的喜悦，我成功的喜悦。”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太认真在工作，太专注了嘛。然后就是没有滋润，你懂吗？啊，懂，没有爱情的滋润。对，然后就那个就是有一种就是理性活在前面，感性活在后面。那理性活在前面的时候，就没有感性这个油来滋润，之类的。印度神油啊，还有什么油之类的？那如果感性活在前面，没有理性的时候呢？它就秃油了啊，太油，秃油，太滋润，秃滋润也是一件，对，秃滋润也是一件，秃滋润有什么问题吗？秃滋润有时候会出事，那这个要有个平衡啊。还是要有个平衡啦。说到底还是平衡啊。今天好像就有一个人问我们什么问题？对，就这一类的问题。然后他就问说，在爱情里面，他是一个很黏腻的人，但是他的另外一半就不希望他这么黏腻，他现在还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就想要把他自己改变成不要这么的黏腻。但他有个问题是，如果为了爱情而改变自己，这样我还是我自己吗？我其实觉得这个分2种层次来看。我有曾经遇过啊，就是他很黏腻，然后我很不黏腻。因为那个我已经从第一任要逃脱，然后我后面就很不黏腻嘛，我就是很讨厌黏腻啊。不同时期的状态不一样。不是，因为我后面我已经找到我自己了，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黏腻啊。那所以你觉得很黏腻的状态是什么？好像我去哪里我都要报备，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远距，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里头，他肯定就是那种超黏腻的人，去哪里都一定要让他知道，然后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还有视讯啊，有没有？有。然后回家也要打电话，然后什么这种，就是不能够有1分钟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的。对，这种就这种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我去哪里，可能他都希望我跟他在一起。但我觉得那个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很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不是？我先不论他有没有安全感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感受的是他太害怕失去了。太害怕失去。对。那人为什么害怕失去？这种也分很多的层次，你很在乎，所以你就很害怕失去。有一些是他本身无来由的，就是害怕失去。他紧握的东西，他就是要握得紧紧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没有太过于紧密的情感。然后他需要有一种依赖。之类的这种。同意。对啊，因为有可能的原因很多了。可能原因其实真的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安全感，有时候它是天生的，有时候它可能是小时候需要被。我举个例来说，应该是说像我大女儿，她可能就是天生没安全感。生下来就非常没安全感。对，所以她是很莫名的。那我在 baby 的时候，我就让她在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去补足她那些莫名的没有安全感。譬如说她吸母奶嘛，对，然后她随时都可以的这种，就因为她这个是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就要满足她这一块。
之类的这种，因为他那个是很莫名的。那譬如说像小的，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些，他很独立了，可是他也会有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是他那个没有安全感对他来说他也说不出来，所以他可能随时随地需要撒娇，或者是他睡前就是需要我摸他的背陪他睡觉，然后或者是他明明很累了，他需要躺在我旁边他才能睡着，这种依赖感，我觉得这个是在小时候很莫名说不出来，就是对于亲密关系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我觉得那个是可能被拒绝过吧，或者是被要求独立吧，那也不是说父母不爱他，也不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只是说他希望你独立，他可能希望你改掉这个东西，或是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很早就要戒尿布，对之类的，很早要戒奶嘴，对，不然你失去了跟你最亲密的东西，对，或许在很小的时候对你的有的影响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对，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我们两个女儿，她们什么时候要戒掉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强迫嘛，没有。那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自己必须要先把那个内心的恐惧放下来。可是因为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是被强迫戒尿布，被强迫戒奶嘴，可能被强迫戒了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就会有个理论告诉你，到几岁就应该要怎么样。对啊，到几岁，因为根据统计说，大部分人都怎么样了，所以你就应该怎么样。对，但是这个是因为每一个小孩都有他自己的事，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就生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人。对啊，他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他本身有他先天的性格使然，然后可能在小时候这些很小的事情没有被满足，所以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被满足，他就没有办法被补得好好的。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亲密关系的这个满足感。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小时候那种很小很小的时候先不讲，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青少年时期，或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不见得有被满足的。就在我们这一路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当这个亲密关系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还有可能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很容易需要，就是会很没有安全感，就很容易就会有这个很黏腻的需求，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属于我了嘛。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没有，你知道，都在念书，都在干嘛？爸妈，然后青少年叛逆期。对，忽然交了一个男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哇，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100%要属于我，我24小时都要看到他，没看到他，他也要电话报备。现在又有视讯了，随时都可以视讯。好恐怖！要交代你现在人在哪里，很可怕。你刚刚去哪里，很可怕。中午吃了什么，很可怕。那是我妈吧？你今天有没有想我？那是我妈吧？之类的。我妈就是她也，我觉得她也很没有安全感。你妈也没有安全感，她问你中午吃什么？对啊。假崩有配菜不？我跟你讲，妈妈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典型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她那个没有安全感，因为她她最依赖的就是我跟我弟弟嘛。因为我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她依赖的对象嘛，被依赖就是她依赖的对象。哇！那个每次打电话给我或是我弟的时候，那个门嘎几个杯呢？问到那个你知道？门嘎几个杯？真的啊！打来啊！你中午吃什么？吃水饺。水饺又水饺，你不是上个礼拜才吃水饺？我说上个礼拜吃水饺，为什么这个礼拜不能吃水饺？我弟就打电话跟我靠腰这件事。水饺挺好的，我们北方人都吃水饺。然后我妈打电话来，晚上我下班了，然后我去吃饭，因为他对于没有煮饭给我们吃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好像有点亏欠。你晚上吃什么？吃我们巷口的卤肉饭啊。有喝汤吗？有。有青菜吗？有。青菜是用水煮的还是用炒的？我心想说，他到底差别在哪里？有重要吗？
水煮的啊，是加酱油还是加那个肉酱？这个也问太细了吧？对，然后问完以后说有其他的吗？我加豆腐还加沙尔、笋瓜之类的。反正你知道，就会问非常多，这种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一种。我觉得啦，那我感受得到啊。然后如果我那时候不是很忙，我就回答他，慢慢回答，有没有？因为你不忙嘛。不然你很忙的时候，你他都问那么多，你真的会发疯，你知道吗？起笑，直接发疯啊！有时候我觉得倒不见得是完全没有安全感，有时候只是因为没话聊，找一点话题。我倒不是这么觉得，或是只是想要关心多一点点。我觉得关心多一点，另外一种，你知道关心多一点，他可以问别的啊。但他你今天上班忙不忙但他在意的比较多是吃的吧？他觉得你要身体健康啊什么之类的。我想这就是因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立场，对，因为他是我妈妈，然后他平常都会对我做什么，他就有他的立场。那他平常对我做什么，就是他的方法，然后我就会产生出很多他的问题，用他的方法来表现出他很黏腻的那一面。对，延续上一集讲的，他有一个立场，他就会有一个观点。譬如说我弟上个礼拜吃水饺，这个礼拜就不能吃水饺，有没有？因为吃水饺是不健康的，他觉得不营养水饺里面可以包很多东西啊。对，所以我就说他有他的立场，他有肉有菜也有淀粉，他有他的立场就会有他的观点，然后再问深一点呢，你就会发现说那很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存在。因为如果你只是沾酱油的话，它还可以低油低糖低。这有需要讨论吗？没有，我只是在就学术上的讨论这个。这有需要讨论？吃水饺到底是不是健康的？你讲这么多，我妈还是会打来问我这类问题。她到现在还会问呢。不是因为我很爱吃水饺，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的讶异啊。所以他刚那个听众另外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是这个黏腻的这个本质嘛？就为什么会黏腻？没有安全感。没有，我们刚刚讨论的结论是，可能是有部分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或者亲密的感受，之类的。那换一个问题问，就是那如果我因为我想要留住这段感情而去改变我自己的话，那我还是我吗？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想要留住这个感情，所以我想要改变我自己。这里面有2种欲望，第一层的欲望是我想要留住这一段感情，第二层的欲望是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要改变我自己。那这它是2个层次的欲望嘛，对不对？那我就想问哪一个欲望比较大？是我想改变我自己比较大，还是我想要留住这一段感情的欲望比较大？那如果这2件事情拆开来看的话，某种程度上它是不一样的我懂你的意思。是解释之。我想要留住这一段感情，那个只是完完全全的单纯你想要而已。可是你并没有那么想要改变你自己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要留住这段感情，就是以这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我需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你只是为了要留住这段感情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 fail 的几率很高。因为如果这段感情最后没有留住，对，你就会回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我都为了你改变了这么多了。对，会有怨怼，他会有怨怼，因为不是我真的想做的。对，而且他绝对会 fail。我只是为了要赚这个5000块，所以我做了一些牺牲。所以那就会是牺牲。对。那如果是我想要改变我自己，如果用这个在前面的时候，他那个意会就不一样了，他又有另外几种层次可以讲了。我改变我自己，我就能够留住这段感情。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会这么可能不见得。对，可能不见得。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因为再不改变，否则
我就会流失掉这一段感情。在这个语句，或是我留不住任何一段感情。对，在这个语句里面，你在某种潜意识，你知道你自己哪里不够 OK，只是你没有办法真的直接的说出来说我哪里不够 OK， 所以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假设你相信这个，打从心里面你相信这个是你的缺点，你觉得你把这个缺点改掉了之后，会对你的周遭的相对应的这些关系会有所改善，那我觉得你改变完绝对还是你自己，因为那是你自己想要改变你自己。但假设你只是受到外力的影响，比如说受到男朋友或女朋友说要跟你分手，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才说那不然我很想要留住这段关系，所以不然我来改变一下好了。那个有点像被迫性要改变，对啊，并不是你主动的想要改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出发点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最终你改变了，但那个差别在于，第一个，这是我想要改变的，跟这其实不是我想要改变，但我不得不改变。因为这个外界的环境告诉我怎么样，因为这个外界环境压迫我，逼着我一定也得做出这些对应的，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些主动跟被动很大的差别性。这就是我们上一集会去聊底层逻辑嘛。是，如果这是你信仰，你是一个你想要让你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就会把你的看似这一切的你觉得是不适合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些缺点都会改进，因为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缺点，你会慢慢把它调整，或者是调整到一个你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你主动的去改变你自己，但我觉得你改变完绝对还是你自己，因为那都是你想要做的。我觉得就底层逻辑，我们要去分辨事实、观点、信仰跟立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点难。我相信，因为这如果你都在去分辨这几个东西之前，你都还没有理解你是谁，你自己相信什么，你怎么可以去理解这个外界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有一句话常常说，时间会让人成长？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人生很长，道理很真，体会最深。就是你知道，你很清楚的知道时间可能会治愈那一切，可是因为你时间还没到啊，对不对？所以你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多道理你明不明白？明白，道理就摆在那儿。可是你知道，你真的去 get through 去体验，你去体会的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你的感受肯定很深，那个深刻感没人能取代，所以时间才能够治愈所有的一切的原因，其实就是你没有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体会，是没有办法这么深刻的。又有一句话不是都常讲的吗？人生不是学到它就是悟到啊。对啊，学到了是一回事啊，但是悟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对，还是要有感受，你才是真的是你的。对啊，学到是一回事，学到是另外一回事。学到就是你看完一本书，你就可以讲出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叫悟道吗？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叫悟道吗？为什么？悟道有无那个字叫做我啊，我有心啊，我有心啊，哎呦，说文解字。对啊，我有心的去理解这个道理，并不是我只是学到了这个道理，不是。学到的话，可能还学完之后还一知半解。我觉得学到了不能说不好，但可能还没有感受。学到了，我觉得也很棒，但是悟到了是另外一个层次。有，这我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会听了很多道理，我们会记起来了，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对我是好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不太到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那没有感受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算知道他好，对你好，但你还是做不到。对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现在有比较多的状态是不是学到跟悟到，而是听到、学到，还没悟到。对，他就又有一层一层的距离，所以你知道我觉得但至少要先听到了。对，但是你知道人生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啊，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对啊，首先要先听到，对，再来是学到，再来才是悟到。对，但层次有不一样，层次不一样。那不然还有另外一种啊，首先你遇到啊，遇到啊，好，再来你学到啊，然后再来你悟到啊，它又不一样。对，对啊，是，人生就这样。而且我们常常会先听到，听完之后觉得啊，那怎么可能是这样？就赶紧渡掉啊！对，渡掉了，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统整出一个他觉得是对的事情，因为赶紧渡掉啊！对，这个听人家讲100句，还不如自己遇到一次之类的。这对啊。但我觉得遇到能够有这些体会，都是很棒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活着最重要的事情嘛，就是遇到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你都常常都不相信它是真的，但遇到了之后就说哇，真的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其实啊，我们讲那个底层逻辑，对，不是有信仰、事实、观点、立场吗？对不对？我觉得这4件事情超级无敌有趣的。你会在很多时间点这些东西结构之后重组，然后你会用不一样的方式顺序去建构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你会先遇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你会因为你有一个立场，然后你建立的观点，然后这个观点很有可能变成你的信仰。然后下一次呢，年纪越来越大，或者是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你会先拿出一个事实，然后再拿出你的信仰，然后再拿出你的立场，然后最后拿出你的观点。然后你就会一直不停的排列重组，这样一直不停的换。可是换到最后，你这个东西会，你知道好像魔术方块一样，哒，然后变得很熟悉，你就会分辨得很清楚，什么是立场，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哒。因为其实信仰、观点跟立场跟你所见到的事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它是可以调整的。对，因为现在事实都很多时候都不是事实嘛。对，理论上我们所有的这些立场、观点、信仰都是根基于事实，但问题是现在事实很多都假的啊。我指的是说你人生遇到的事实啊。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你以为它是事实，但它写的有时候是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说你如果人生遇到的事实，就是真实的事件的这件事实，这样，因为你遇见了嘛，对不对？可是你说OK， 因为你讲的那个东西是我们在网络上面讨论的。对啊，因为你看到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新闻，你就以为它是事实，所以你用这个新闻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久了之后你就建构一套你自己的相信的东西嘛。那在这个底层逻辑，如果就这个网络上面讨论的话，它还有一个东西叫经验。经验的，对啊，其实是有的啊。对，但是我们在讲，再退回来的那个底层逻辑，跟我们是不是要拿出去讨论这件事情不一样，而是我们如何去建构自己这件事。就是我们在底层逻辑里面知道，我们有这4个结构。这是我四个一栋房子的4根支柱。那我的中柱是什么？我中柱很可能就是经验。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围绕着这个经验，然后一直在你知道那个去调配那个所有的。对，因为可能根据你的经验，你可以判定这个事实不见得是真的事实之类的。对，你要去挑战这个事实。这一集上一集好像已经有人跟我们说，事实、立场、观点、信仰已经很难分辨了。这一集再加一个经验，对啊，因为比较容易吧？对啊，所以我说，我有一集我记得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上次在看那个 Elon Musk 的，就是有一个记者在问他说，对你来说，你这辈子做过这么多困难的事情，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超久，他感觉像宕机，你知道吗？就是在采访当中宕机。他后来总结一句话，他完全没有在讲他做过任何，比如说他做 PayPal、做 Tesla、做什么 SpaceX，
做 Twitter， 他没有在讲那个，他只是讲一句话，就是他觉得最难的是要怎么样在对应这么多外界你看到的东西跟讯息的同时，你去建构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正确且正向的回馈机制。也就是说，外面会丢一个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讯息进来，你自己也有一套判断的基础跟相信的基础，最后你会把这个讯息消化完，去丢出来一个对你自己有用的观点或是看法，然后去做一些判断。很多时候他一直在修炼的是他自己这一个人在处理外界的讯息的这个处理机制。我听完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深的底层逻辑啊！他完全把他自己当成一个超级电脑，他把他自己当成一个演算法 ChatGPT。那你不会用这个东西来跟我谈恋爱吧？没有我没有在想这事情。我觉得对于谈恋爱的对象，我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比较相信我的直觉。对，他也是正向回馈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要去想那些跟理性判断有相关的东西。但有时候还是需要。有时候还是需要啦，但我比较。你知道哪里需要吗？哪里需要？理解自己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之前就讲过了，我的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要折磨我自己啊。你要更理解你自己嘛。对啊，我知道我需要受折磨啊，所以跟你在一起就是要折磨自己啊。但是我刚刚在讲，不管你是怎么样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多黏腻，然后或者是说你在感情上为什么你是因为你很黏腻，所以你压迫了别人，然后你要反过来去改变你自己，这些等等之类的所有的顺序，其实啊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OK， 怎么说呢？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黏腻吗？你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黏腻吗？如果不清楚，你改变不了自己。这个才是为什么当你能够理解自己，才能够爱自己。当你爱自己了以后，你才能够爱别人。还是回到这个根源这才是根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讲为什么我们要爱自己，我要怎么样爱自己，那个叫回推啊。回推是我有一集是不是就说过了？我说你必须要先过滤你自己，那个过滤你自己就是问自己问题啊。我为什么这么黏腻呢？我的黏腻来自于哪里呢？我怎么了呢？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大家都不黏腻，只有我会需要这么黏腻呢？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到底过往发生什么事呢？对，但你理解了这个之后，你似乎就可以去解答很多的事情。或许理解了你自己，对，或许最后的结论不见得是你必须要变得不黏腻。对，你需不需要改变你自己？我觉得那个不见得有很重要。对。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或者是你为什么会这样，你要从何改变起？你只是为了要维系这一段感情。对，所以那个说不定这段感情根本就不适合你。对，所以我说不管适不适合，那个都是太快下到定论了。我们先说，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维系这段感情，如果你真的很想，这个是你的最先的欲望，那么你可能要去想，你真的理解你自己吗？否则你无法改变你自己。而且我觉得说不定啊，你理解了自己为什么需要黏腻的关系的时候，说不定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其实我就是需要黏腻的关系。我跟你讲，对啊，说不定，我说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讲，他很有可能就是我就是需要这么黏腻的感情。我就是需要这么黏腻的对象，那我就去找一个跟我一起一样黏腻的人在一起就好。其实或许结论是这个，但或许完全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但这个前提都是需要你去理解为什么你是这么黏腻的人。但是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比较想要更开放一些，他可能有另外的答案，因为我曾经钻进去里面过，所以我知道那里面他可以看见什么，不是看见外面什么，是看见自己什么。你或许可以看见自己另外一个风景跟另外一个面向。怎么说？
我觉得当你钻进去一个问题的时候，后面可能有100个问题在等你啊。会看到不只是这个问题的问题，不止，真的不止，所以你会更理解你自己，绝对会。我觉得那个时候，当你更理解你自己，你会更爱你自己。因为在更爱你自己的前面，你很可能会更责备你自己，你也很可能会更疼惜你自己，它都很有可能。就一体两面嘛。应该是说，我就说它里面会有100个问题在等你，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才说这一段路很长，不是只有一个问题，你必须从很多的问题里面去解构，在解构所有的问题的同时，你也在解构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谈恋爱可能给自己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确实也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因为跌倒了，受伤了，然后我开始去面对这些很不堪的一切，并不是我在人生或者是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跌倒了，受伤了，不见得，它很有可能都是在我的感情里头，所以我更理解我自己，而我理解的那些东西可能都跟我在乎的事情没有相关。你会获得非常非常的多，到最后你其实会非常感谢这个让你去面对自己的人。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事情，就是它似乎是我们在跟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人相处，关系或深或浅，那我们在这些情感的关系当中，或许会遇到挫败，或许会遇到很多的挫折。那我们从这个挫折里面去，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挫折里面去反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会感受到这么挫折，或者为什么我会需要这些东西，在这些挫败当中去问自己一些问题，在解构自己的同时慢慢去建构自己，或许这是对自己最好的礼物，我觉得是，的确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当下问的那个问题啊，或许真的不是真正的问题的本身核心。其实不见得是。因为大部分时间其实真正的问题都是需要从一个很小的问题一直往回问，可能要问很多很久，问很长的时间，慢慢的去跳脱抽离，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个问题，慢慢你才会去，我们讲叩问嘛，就是一直敲一个竹子，一直问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它有更深一层的问题。然后你只要能够问更深一层，你就会忽然间发现，你似乎在问从这个很表层的问题，再问到更深一层的问题的同时，你也更理解了你自己一些。或许不见得 always 都有答案，但至少把问题问出来的当下，你就已经更了解你自己的一些。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要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有时候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很快的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是没有的，很多时候你要慢慢去感受、去理解、去实验、去经历。你为什么可以有刚刚这么深刻的想法、观点？因为我真的曾经为了那个人改变了自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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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我觉得我到最后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平衡。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最混乱的时期。你知道那种一来一回的怨怼是，我为了你改变了这么多，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会愿意待在我身边，你不会愿意理解我的行为，你不愿意包容我的行为，你完全的不愿意。我觉得那个感受很深，但是我最后其实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怪他，真的没有怪他。我知道他给了我最好的那段时间，我明白
我觉得我感谢他给了我那一段最好的时间，我也感谢他在那个时刻离开我。我真心的感谢，我不是后话的，因为我才能够领会到一件事情，就好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什么是对的人，就是他可以体谅你的过去跟包容你的现在。那个意思是，就是有没有将来，我觉得不重要，就当下的那一刻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体谅了你的过去，因为他理解了你的过去，所以他体谅，他包容你的现在，因为他可以把你所有的行为都抱在他的怀里了，他看着你所有的行为，即便你这样子的行为你受伤了，他会告诉你我在，他会告诉你我懂，他会告诉你没关系，就算你现在还不懂，就算你不懂，他会告诉你我会陪你。可是当他说我会陪你，那个是他知道，如果我给你这一份力量，你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明白为什么那个是对的人，为什么我愿意让我自己再爬起来。那个是因为我遇到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份多么真挚的情感，所以我愿意。我觉得这个很难很难，可是我真心的感谢这些所有我遇到的这些过去。如果没有，我怎么可能体会的这么深？我怎么可能有领悟呢？不可以的，没办法。但是我感受到这些人对我的所有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难。可是或许有一句话是，我们可能遇到所有的逆境，我们要先感谢。为什么要先感谢？我期盼我因为我的感谢把我姿态放低了，我能够有所领悟。如果我把我的姿态永远放得很高，我悟的可能都没有。我忽然想到，忽然想唱一首歌。你要唱歌？你居然要唱歌？好哦！是啊，忽然在这个情境之下 ，OK， 我觉得忽然就是，我知道你要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多么痛的礼物？不是啊，不是吗？那是。等一下，我忽然忘记那首歌怎么唱。这是后面 Andy 给的礼物吗？什么？就是旧爱还是最美。我觉得不是这个。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后悔时的泪水。我觉得不太是这个不是这个吗？我觉得那个情境不太算是这个。不会啊，但是我觉得就听完就觉得其实旧爱还是很美的，很美的时候，通常你会觉得它很美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过了很久了以后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当年对你的那些好，或者是摧残，或者是 whatever， 但是是你用美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我跟你最后说一件事好不好？什么？我们不是这个怕吗？不是这个怕，我的感觉是这个怕maybe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前几天才想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前几天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全家人出去运动？对，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嘛。对。然后小女儿走在路上，她就问我说：“你小时候最厉害的运动是什么？”然后问我小学是什么，国中是什么，高中是什么。然后我国中跟高中最厉害的是打篮球。然后她就好像问我说：“那你改天可不可以带我去打篮球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到一个过去的情景，就是他就是那个我当时的那个第一任男友，他带我去打篮球，因为他知道我会打篮球，所以他就带我去打篮球。那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就生气了，可是他生气的是我的好胜心跟我的胜负欲。就是好像他没见过我这一面，因为
在生活的面向里面，我都可以臣服，我都可以输，我都可以顺从他，等等之类的。可是就在打篮球这件事情上面，输不得。对，他就突然看到我那个好胜心跟那个胜负欲，然后他就生气了。我最记得是他生气到我们后来去开车回家，一路上他不跟我说话。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不懂？我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生气，然后我就很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就是应该是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理解，因为他没见过嘛。那你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因为我在打篮球，我就这样。可是因为就是你是需要干拐子把对方干掉的那种。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输。我他妈好歹也是你知道最强的那一个，在校队里面。我说我不能输啊，怎么会这样？对不对？就是我也不懂，但是我在不懂的情况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很委屈，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一个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然后我们前几天去运动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场景，然后我就想到这一幕，然后我就想，如果以我现在的这个个性，没有人会不认识。你懂吗？你懂那个对，同一件事情，对，同一件事情，可是我你的姿态没有变，但是旁边的人都应该要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旁边的人，在我去打篮球，在我拿了那个球到球场去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我老了，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让着你。没有，然后体力也不是很好了，然后我还有胜负欲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很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个性就是这样。但是我说真的，我现在因为老了，去打篮球我不会有胜负欲。我老了。就是时间就是会改变啊。对，现在的欲望应该没有像当年那么强烈。就打篮球就是觉得是运动健身就好了。对，不要受伤就好了。对之类的。但当年一定是要拼一个输赢的啊。怎么可以让你，对不对？是不是？我篮板为什么想不到？对啊。他妈跳的妈的，虽然我比你矮，但是我篮板跳得高。对不对？我们对不对？人小志气高之类的，就是那种你他妈死都不肯输。跳不高可以在那个气势不能输。对但其实这种东西背后有很多可以去设想的、假设的，可以去理解的、讨论的等等之类的，什么都有。但是时间过了就是过了。他就是这样。但我反而在某个程度上还蛮怀念当年很冲动啊，很多有的没的，然后很多这种愤怒啊，很多这种不满啊，或者很多挫折啊，我觉得那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最棒的时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间你是最有感受到你自己，虽然很多挫折啦，但其实那也是你活得最精彩的一段时间，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 alive， 每天都在你知道跟这个世界对抗，跟你身边的人对抗，跟你去证明你自己的存在，去你知道做出一些 statement， 去 fight， 去或者是退缩，自己回家流泪，或者是 whatever 都好。但是我觉得那个你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来，你回去看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那其实很棒。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不见得那么舒服，但是它很精彩。它很精彩对我来讲就很棒，因为它是证明你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用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对我来说。但我现在是用另外一个状态活着，但是也不错，但是就没有当年那个状态。完全明白啊，因为你再也回不到当年那个状态了。我完全明白啊，我就第一任最用力啊，其他后面10年的时间根本松到一个爆，就你知道，就是其他就是啊随便啊，对不对？完全你知道，完全就是一个不在乎。像我现在就回想那个年轻的时候，干很多瞎事，都还觉得啊，记忆深刻啊，还蛮好玩的，就是理解很不错。很精彩啊，理解啦，没有觉得自己白活了，就是因为以前就干很多瞎事嘛。我们最后有要 ending 什么？没有，就ending 在
两个老人在回忆过去的。但是我最后想说一件事，什么？就是其实在这个年纪，这样子的激情，这样子的情感的付出，其实某种程度上绝对是可贵的。哦，是绝对是可贵的。对，你之所以会感到受伤，是因为你有付出；你之所以会有痛苦，是因为你想要获得之类的。我觉得这都是就是你有欲望才会有痛苦，但我觉得有欲望本身是很美的。这样解释是对的吗？这样讲是对的啊。OK， 人一定活着一定要有欲望，没有欲望就你知道出家了。我的直觉只有一个，我直觉只有一个，就是你在不清不楚的状态之下，想要留住这一段感情，而想要去改变你自己，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我其实如果你在我面前，我很想问说，你到底有多爱这个女生？我想感受一下。这本身是很美的。你知道这个本身是很难得的，我应该这样说。不管这个结果好不好，但是这个过程，这个本身的出发点是很棒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老人啊，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人啊，胆量没那么大。老人就变俗辣了。俗辣。他不见得胆量那么大，可以在这种很多你都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状态之下，然后你就是傻傻的付出。傻傻的付出这5个字绝对不是一种贬义，有的时候是羡慕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听起来超棒的。就是你知道，因为他不行了，你知道。好啦，我觉得好啦，再讲下去，我觉得我要得罪老人。但是我觉得珍惜大概是胜过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你想要为他做很多的改变，我觉得 fine。就这样。好喽，今天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束。唱首歌吧。旧爱还是最美。你还是不要唱好了。Goodbye， 晚安。